你印象当中特别能赚钱的人是什么样子的？比方说做服务行业啊，是不是觉得那种态度特别好，把客户当上帝供的人，就他能赚钱？但我发现不是的。比方说你去过健身房吗？你印象当中啊，那种生意特别好的健身教练他是什么样子的？我自己有锻炼的经历，我见过几种不同的教练。一种呢是那种情绪特别嗨的，就上课的时候激情四射，什么 Levy baby 就是干。然后也有那种嘴巴蛮甜的，就主打一个情绪价值，能陪你聊得心花怒放。还有一种呢是那种技术派，就是跟你讲什么解剖原理啊，什么动作发力啊，什么就是运动科学，就讲很多复杂的知识体系。我以前也不知道他们谁的生意更好，但就在前几天，我和我的健身教练在聊天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对我非常非常有颠覆。我觉得这一句话价值10万，我一定要分享给你们。因为我发现这个私教的生意特别好，就他的会员啊都是要排队，他一天有的时候要上11、12节课，一节课1个小时，真的很夸张。就算少的话，恐怕也不会低于6节课。但并不是说他们店里面或者这片区域所有的教练生意都这么好，不是的。就对比之下，周围有一些教练根本没有课上，或者有的人是有会员，但是上着上着这个会员就走掉了。但是他不仅有好多的会员，而且会员非常稳定。那我就很好奇，因为我对这个在某一个垂直领域做得很优秀的人啊，我就特别想去学习啊。我就问，我说你怎么这么受欢迎？你有这么多稳定的客户，你旁边的这些教练他们达不到你这个水平哈。我本来想他可能会讲一些什么专业知识，或者讲什么情绪价值，然后他当时说，我觉得可能是性格原因吧。我说性格原因是什么意思？他就讲了这句话，让我非常震惊的，就是说，稳定的教练有稳定的会员。朋友们，你细品一品这句话，稳定的教练有稳定的会员。你再回看一下前面那几种教练，一种是激情四射的，那是你激情四射啊，那会员是很有激情了，但是愿意找有激情的会员，他本身就会今天有激情来，明天有激情就不来了。还有一种是陪聊的，那因为你主打一个轻松愉快嘛，那既然这个会员他吃不了苦，那他就过来玩玩，那这样玩玩的话，可能就来着来着就不来了，或者说他跟另外一个教练聊得很开心，就换个教练去了。还有那种技术派，就这个领域蛮小众的，就选择你来的都是想学技术的一些什么学生啊，或者想从业的这些人，这个技术又太少了，那你这个生意就没有办法做，或者做不长久。但是像他这样的教练呢，因为他性格稳定，虽然也没有什么激情，但是他吸引来的往往都是类似的性格比较稳定的客人。那这样的人呢，他往往细水长流，可以坚持锻炼，那日复一日的给你去贡献现金流。那我说他这句话价值10万，是因为他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健身教练的生意经。你看我们去做生意赚钱或者经营关系，常常想着怎么样去向外去迎合啊，学一些什么话术，想搞定这种不同的客户。但实际上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吸引来什么样的人。如果这个关系你需要费尽心思才能维护，或者你要踮起脚才能够的话，它本质上根本就不属于你。所以今天我就想聊聊，为什么在这个变化非常快的时代，这种稳定感反而能让我们赚到钱，搞好关系。其实我自己前段时间做了一个错误的决策，因为当时我在准备一个商业赋能课，当时找的切入点呢是先从服务行业开始做，就比方说像健身或者美容这一行业。因为之前我频道当中有些观众希望我能出一些课程啊，比方说关于修行方面的，但是我当时在优先准备 to B 的市场，因为我自己呢也主要是做 to B 和 to G 这些行业的一些产品，对这个比较熟悉。那课程我都已经写好了，里面呢会用到一些很深的精神分析的理论，去教大家怎么样去接待一些客户，比方说有全能自恋的客户啊，怎么样去化解有攻击性的客户啊等等。因为现在很多人你在服务行业当中啊，他不是来买你的纯粹的技术专业，他真的蛮希望得到你情绪上的支持。所以我就想教一教这些从业者，怎么样通过提供情绪价值来拉高他的客单价，留住客户。所以当时做好之后呢，我知道这个课一定很好卖，因为一方面我自己长期做这种企业客户，我自己打造的产品销售额都超过20亿了，那就是在如何给企业赋能这件事情上呢，已经比较资深。
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也拿着这一套课程跟一些行内的人去交流，那他们看了之后呢，觉得非常期待，因为现在各行各业都很卷嘛，大家都想着怎么样去讨好自己的客户。但是呢，我后来就身体就直觉告诉我这个不太对，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哪里有问题，后来我就把它停了。直到呢我遇到了这个教练，他跟我说了这句话，我才终于想明白了，就是这个方向是能赚到钱，我也能通过赋能赚到钱，但它不是正道，因为教大家提供情绪价值本身就是在饮鸩止渴。就我为什么这样讲呢？你看现在大家平时上班工作已经很辛苦了，你上班你要贴笑脸给你的客户吧，或者讨好你老板，你谈个恋爱，有的时候手机不敢离身，我有时候看大家发那个微信的时候都打字，然后想了半天又删掉又重新打。所以如果我去教大家怎么样去提供情绪价值，就是在透支自己的能量去填别人的坑，那用这种讨好的方式来换来的钱，那最后可能会让你生病，最后变成你的医药费。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觉得就是你就是给客户提供一点情绪价值，能有多大事呢？那这方面我还真看过一个研究，这个呢是之前美国的社会学家叫阿利霍克希尔德，他呢就是去调查这些航空公司的空乘。当时呢，这个航空公司就想取悦客户，他就要求空乘，你要把客户当自家人，哪怕你遇到这些胡搅蛮缠的一些客户，你要假想他可能受过什么童年创伤，就强迫要求员工你要忍耐，然后去共情你的客户。这个霍克希尔德呢，就把这个过程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情绪劳动。他就发现呢，你这些空乘去取悦客户，强装微笑，等到下班的时候不仅身体累，而且整个人都感觉到好枯竭，就是有一些空乘回到家之后连孩子都不想带了，就太疲惫了。所以我就想到我们观众当中一些男观众真的要心疼一下你带娃的老婆，当然有可能是老公在带孩子就是在家里面带孩子这个事情，它也是非常典型的情绪劳动，非常非常消耗人的精神。那讨好人让人的能量消耗的非常厉害。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当时美国的心理学家叫赫伯特·弗洛伊登伯格，他呢是在纽约东村的一个免费的诊所上班。这个诊所呢，他收了很多的瘾君子，还有一些边缘人物，他招募了一群志愿者。这个志愿者很心善嘛，说我蛮同情这些流浪者的，对吧？你们来了，我替你们哭一哭或者你要上瘾的时候，我安抚安抚你。但是呢，这个弗洛伊登伯格就发现，不到1年的时间，本来这些志愿者状况蛮好的，集体出现躯体问题和精神问题，然后有的开始脱发有的开始患这个慢性的肠胃疾病，有的是整夜失眠。本来这些人的性格蛮温和的，后来也开始变得愤世嫉俗。然后你再让他去接待这些流浪者的时候，他性格就开始变冷漠了。我讲这个，大家可能会想到一些医院呀、窗口的一些工作人员，包括这个弗洛伊登伯格本人他也有类似的这种体验。那他当时就查了这个医学文献，想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就发现没有任何现成的词可以用。没办法，他就自己提了一个概念，叫职业倦怠。也就是说，强行的提供这个情绪给到别人真不行，因为人的生物学结构没有办法长期的处理和消化这些情绪垃圾。其实不仅仅是人，连动物都是的。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呢，有个生态学家叫罗伯特·麦克阿瑟，他呢和爱德华·威尔逊，他在研究这个岛屿生物的时候提出了一个概念，叫 R-K 选择理论。他就发现呢，这些动物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呢，会演化出不同的2种策略。第一种呢叫 R 策略，它代表呢就是昆虫还有老鼠这类动物呢，它的生存环境因为变化非常快嘛，为了应对变化，那 R 策略就是我把能量都投入到生娃或者应对外界的反应，所以它的策略呢就是广撒网，四处出击，所以它的单体的生存率很低，整个种族呢就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那如果我们去用情绪去迎合别人、维护关系，其实就是在运行它这种 R 策略，就相当于把我们的精力向外去分散。那对应那个 K 策略是什么呢？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大象和金鱼，因为他们的生活环境相对稳定。那这种 K 策略呢，就是生孩子比较少，他就把能量更多的呢就放到自己身上。比方说我自己长得很壮能量很强，我就放弃去迎合外界世界的这种回应。那你看到的它就是
无论是金鱼还是大象，长寿嘛，而且活得也比较好。那这个就有点像前面讲的那个教练一样，他无意当中就选择了这个策略，就是我不管来的是什么样的客人，我把精力放在自己的身上，我把自己的服务做好。我聊到这个地方，大家就可能想到日本的服务文化，因为我当时看了一个案例，就是日本大阪张英大学的有一个教授呢，叫做松英成，他一直在做这个精神医学临床，就观察到一个现象，因为这个日本的服务行业非常讲究款待文化。你入职的时候，他就要培训你啊，你要做技术训练的，你嘴角要上扬啊，鞠躬要多少度，他有标准化规定。但是这个宋英成教授呢，就接待这个行业病患的时候，就发现很奇怪的现象，这些人讲到自己的悲惨经历，比方说他亲人刚刚去世了，他居然讲的时候脸上都挂着职业微笑在说。我想到这个场景都有点瘆人。那么医学上就把它叫做微笑面具综合症，也就是说，一个人长年累月保持一个表情的话，它会让我们大脑控制我们面部的神经链路都出现问题，你丧失了用表情去表达情绪的能力。但问题是，这个情绪它又不会凭空消失，那你外部表现不出来，那只好向内攻击。比方说我们讲的那个躯体化，不明原因的偏头痛啊、胃溃疡啊、严重的睡眠障碍啊，都是因为这些，甚至有的会导致重度的抑郁症。那前面讲了好几个都是反面的案例啊，那你说有没有正面案例呢？就比方说，你说这个教练的这个选择，他是不是幸存者偏差？我就想到我自己姑姑，我有个姑姑呢，她以前是在一个小城市开了一个牛肉面摊，都没有什么正经的门店，就是在那个马路边上摆了很多的那个桌子就摊子。她的那个打扮呢，就特别像功夫里面的那个包租婆，烫着大波浪，然后戴着粗金链子，然后嘴上还叼着一支烟。我觉得是比包租婆看起来更霸气的，更像大佬的。生意呢非常的好，好到让人眼红。我们当时去玩的时候就发现有很多人会打车或者开车过来，就特意为了吃他一碗面。我们自己家人也会吃，确实挺好吃的，我也很爱吃。然后有一次呢，有一个客人来的时候就发生一件事情，这个人一边吃呢就一边嘀咕，因为他看到我姑姑不是叼着烟嘛，他说：“老板，你们家这个面的味道真不错，但你这个烟灰要是掉到这个面里面去，那多不卫生啊。”那我姑姑呢，她实际上是一个有洁癖的人，就是说她那个烟啊，我注意观察过，她要么就只拿在手上，如果叼着的话呢，都特别注意角度和距离，不会让这个烟灰飘到锅里面去。但是我姑姑连解释都没有解释，她就站在那个面摊上，一边捞面一边说：“我这里就是这样的，你要是吃不惯，你就去别家吃啊，那这碗面的钱也不收你的了，你要不想吃的话，你就走。”这个客人呢，就是讪讪的把这个面还吃完了。后来就因为这个原因不就没来了吗？结果过了好长时间，这个人又来了。来了之后呢，就有点不好意思，就跟我姑姑讲，他说：“哎呀，老板啊，上次说话让你生气了，搞得我都不敢来了。”我姑姑听了之后呢，就笑笑，也没有跟他讲什么。但是打面的时候呢，就给他多加了一勺牛肉。那这个人后来就成为他的忠实常客。我觉得讲这个故事啊，有些人可能觉得是幸存者偏差，因为你姑姑面做的好吃嘛，他才能这么傲气。如果是一般人的话，那这样的话我生意就没法做了。但实际上就是能量是守恒的，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我们把精力都大多数拿出来去揣摩别人的心思，去讨好别人，你那个面一定很难吃，因为你没有时间精力去研究你的专业技术了呀，你怎么可能这个面做得好呢？我后来去观察我姑姑，她卖面条，她的态度是很傲气的，但是她在做面这个本身的用料、食材、味道上真的非常非常用心。你看这个牛肉，它用量很大，它是由菜市场专门有人给它供应特定的一些部位，然后每天要给它送货过来，要求要非常新鲜。然后里面用的这个卤料的配方，好多种啊，我也不是很认识那些种类啊，然后还有不同的比例，它会长期的去调试优化它。我们在他家都能闻到那种香味。包括这个面条也是特定的供应商每天给他送过来，就是手工擀的那种面条。包括你不要看只是一个路边的这些摊子哈，他家里的那个卫生，我可能见过是路边摊当中最干净的，就是他那个碗都是用开水要反复烫的，所以我们自己家人也会去吃。然后他那个生意好到什么程度呢？早上5、6点钟出摊吧，10点钟就休息了，就不卖了。然后周围人会讲，你这个老板生意这么受欢迎，你就多做一点牛肉，你下午继续卖嘛。他不，他就是下午去跳广场舞或者是打牌了。就你会发现，他把他所有的精力都
专注的放在如何提升我这个产品上面，而且是精益求精。所以因为有了产品的质量和品质，他对待他的客户才有这样傲气的底气。我就想到之前看过一个纪录片介绍寿司之神，就说呢，在东京银座的地下室有一个世界知名的寿司店，多次被评为米其林3星。这个店主呢叫小野二郎，别人叫他寿司之神。这个店呢有点奇葩，首先里面就蛮小的，只有10个座位，洗手间也没有。你来了之后呢，你不能点菜，全凭当天怎么安排啊，有什么你就吃什么。而且你吃饭，你30分钟要给我吃完，我没有时间去伺候你，在你说说笑笑的。你吃的过程中，小野二郎就站在案盘面前板着个脸，不会跟你寒暄。然后你吃东西也不要分神跟别人去侃大山，你就老老实实专注吃你面前的东西。他做这个寿司呢，非常的专注。我当时看纪录片啊，好震惊。比方说他这些学徒去跟他学做那个玉子烧，就是用那个鸡蛋做很厚的那种饼，要3年时间才能真正上岗。他做的那个章鱼啊，为了口感好，让学徒要手工按摩，要按40分钟。包括他那个米饭的温度要跟人体的温度保持一致，然后每一个环节都非常讲究，就做到极致。最后这个寿司放到你客人面前的时候，你都要马上吃掉，因为这个时候才是它最完美的状态。那这个店生意也是超级好呀，我去日本就没有想过去吃这个店，因为好多国家的首脑呀、大富豪呀、明星要提前几个月甚至半年来预约，还特别贵。那你说他服务就没有吗？就是板着个脸，那为什么大家还趋之若鹜呢？就是因为他把精力都放在自己的产品上面，把产品做到极致。所以你每次去的时候，大家都有很极致的体验。当你里子很硬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去陪笑。所以后来我就想到我的教练他也是一个很专注的人。首先在课上的时候，我本身也不会闲聊，他更加不会找我闲聊，所以我们上课就专注在健身本身。一组动作做完，我可能也不会跟他攀谈，就很用心的放在健身之中。那做完就去休息，他就会站到我旁边，静静的帮我掐着时间，绝对不会因为说话来耽误超出间歇的时长。但是我又发现他生活当中有好多细节，比方说偶尔我们说话的时候，我发现他家里也养猫了，但是他家里说扫地机器人每天要扫3遍，我就发现我说那你的身上怎么没有猫毛？你是怎么做到的？我才知道他随时他的口袋里面就有一个粘毛贴，一旦看到有毛就粘一下，所以他的客户看到他的时候始终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包括有的教练下班可能会瘫在家里面，他会抽出时间专门去学习这个运动康复学。所以我会发现跟他上课之后才知道，原来这么多年健身的动作原来是错的，我要重新去找肌肉发力的感觉，为什么会肌肉肩颈不舒服，是体态哪里出了问题。我其实也有蛮多锻炼的经验的，但我也是第一次知道。但是呢，他好像没有提供什么情绪的价值，但不影响他很细心。比方我有一次带了运动水壶去嘛，那天水装得太烫了，我就问这里有没有凉水，其实他店里没有，他就说你等我1分钟，他就真的冲到旁边的超市，就拿了一瓶水过来，去给我兑到水里面去。所以他是用行动的方式来回馈给他的客户，而不是在情绪上去讨好。包括我们每次约好的时间都很准时，然后我也很准时，我就很喜欢这种感觉。我后来就回想，为什么当时一个店里那么多教练，我会去找他。包括我们这旁边有非常多的健身门店，我觉得这就是人的身体比你的头脑更快。因为我相对也是比较稳定的状态，我就希望找一个同频的人。那在茫茫人海之中，我可能就无意识当刚才他的照片，我的头脑都不知道什么原因，你就正好被他身上那个稳定的气场所吸引而不自知，那最后就变成他稳定的客户，给他贡献稳定的收入。那重点就来了，为什么我被迫提供情绪劳动有这么多危害，而我提供一种稳定的状态反而能让我们赚钱，甚至收获好的关系？那这个背后的天机是什么？这里就要提到一个脑神经科学家，是伦敦大学的学院的卡尔·弗里斯顿，他是我们当今世界上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神经学家之一。他就提了一个理论呢，叫自由能原理，就是说我们的大脑本身是很抠门的，我们的大脑只占我们体重的2%，但是它要吃掉20%的能量。所以就像那个手机要带电一样，这个大脑呢它要省电，所以它进化的目标就是我要有最小的预测误差。什么意思呢？就是比方说我跟一个人打交道，这个人情绪很丰富，充满激情，但是他的情绪起伏会比较大，那我们的大脑系统就会好忙，因为他要不断的去
推翻掉旧的预测，要去做新预测。哎，他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哎，他明天态度会不会变啊？你这样不断产生的一些预测的误差呢，就会让我们的大脑的耗能增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跟一个人啊，虽然他很热情，但如果他的情绪起伏不定的话，你待久了你会觉得好累，因为你的大脑不断的在去耗能。而如果你遇到一个稳定的人，他提供了一种非常珍贵的环境，就是零预测误差。就他们身边，你作为他的客户，你不需要去思考太多，你闭着眼睛都知道他今天会做什么事情。包括我今天来你家吃面，你家的面就是那个味道。那这样的话，大脑就轻松了，你就可以省电了嘛。那你说一个人是喜欢费脑跟另外一个人打交道，还是轻轻松松打交道呢？然后呢，我还要再介绍一个精神病学的教授，叫斯蒂芬·波格斯，就是我们之前聊的那个迷走神经，就是他提出来的。这个波格斯就发现啊，我们的神经系统当中有一套雷达系统，它取名叫做神经觉。那这个系统呢，它不需要你去主动思考，它会在你的潜意识层面呢，去持续的去扫描外界的威胁。比方说，我遇到一个人，这个人很想来伺候我，给我提供情绪价值，他想讨好我们。那他这个笑容就会不自然，或者他过度的想共情我们，这种状态呢，在生物学上叫做高唤醒状态。我们的人真的非常厉害，你的身体马上就能捕捉到。那在自然界当中啊，一只动物是什么时候处于这种状态呢？一般就是匮乏、饥饿或者危险。就相当于这个人一走过来，你马上就会难受，因为他会告诉你这个环境不安全。我这样讲你可能没有感觉啊，你去回想一下，如果你去逛商场，有一个热情似火的服务员一直跟在你后面，嘘寒问暖，不断的追问要不要看这件那件好不好，你其实不会很舒服的。那相反，如果一个人他的整体状态是平稳的话，那么波格斯的理论就会说，这个哺乳动物之间有一种很强大的机制，叫做神经协同调节，就是对方这种稳定的状态发射出去，会和我们的副交感神经产生链接。那这个神经呢，是主导休息和消化的，那我们就会不自主的变轻松，我们的呼吸会变得平缓，会觉得放轻松了感觉。所以我们都不需要懂这些专业知识，你作为一个人，你的身体很本能的就要选择，我要在一个安全舒服的地方待着。那你说我们跟人打交道，外面有这么多的算计伪装，现在有这样一个安全舒服的环境，它能不吸引人吗？而且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它也有依据。之前有一个经济学家叫迈克尔斯彭斯，就提出一个叫信号理论，为此呢还拿下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研究就发现呢，在商业社会之间啊，大家的信息是不对称的。那么人和人之间要释放信号来交易啊，那么信号呢就分两种，一种叫廉价信号，一种叫昂贵信号。什么叫廉价信号呢？就是你要微笑、鞠躬，提供这种情绪价值。比方说你走在路边的时候，人家给你发传单，要给你笑一笑嘛。那客户的潜意识就知道你这种信号是很廉价的，因为它可以轻易的去造假，你没有办法通过这个来证明你的产品的真实质量。但是另外一个人，如果他的服务态度差，不讨好客户，它反而是一种昂贵信号。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正常的商业常识当中，你服务态度差都不讨好我，你正常应该早就被淘汰了吧？但是为什么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服务好像很冷淡，但仍然生意非常好，被这么多人欢迎，那就说明他产品好嘛，经得起市场的考验。那我选择这样的产品服务，不就是已经被别人验证成功了吗？就相当于我成交之前，我省了好多的时间精力去考察你。所以你看，一个状态平稳的人，又能让我们觉得头脑轻松，又能让我们觉得安全舒服，又能让我们觉得省心省时。那我就问你，你作为一个客户，你不买这样人的服务吗？或者你做一段关系，你不找这样一个人吗？太珍惜了，太珍贵了。那你说感觉真不错，那我能不能也学起来？我也可以提供这样的气场，能吸引好的关系，让我获得好客户，能赚到钱。方法当然是有的，它需要分3步走。第一步呢，是需要先建立边界。那这里呢，我们要介绍一个心理学巨头，就是阿尔弗雷德·阿德勒。他呢就提出过一个理论叫课题分离。阿德勒呢就认为啊，人什么时候想去讨好别人，就是模糊了我和你的边界。阿德勒就认为呢，面对任何的人际纠葛，你只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事情的结果最终是由谁来承担。比方说我姑姑在卖牛肉面，她的客人在抱怨环境简陋，那你作为客人，你烦躁不满意，这是你客人自己的情绪。
最终承担这个情绪不舒服的是客人自己。所以处理烦躁是客人你自己的课题，而我姑姑的课题是你怎么样能保证你这个牛肉面的火候是什么样子的，你这个面条的口感让客人吃在嘴里暖在心里面。那如果我姑姑听到别人的抱怨，她马上就过去安抚客人，在阿德勒的理论当中认为这就是强行越界，妄图干涉别人的课题。这用佛教的讲法就是你想干涉别人的因果。那职场上也是一样的，老板今天大发雷霆失控了，那是他自己作为老板要去解决的问题，而你的课题就是把你的本职工作做好。所以阿德勒就会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有一条边界，这个边界以外不属于我们承担的事情就和我无关，我不去越界干涉你的情绪，那你就吸不走我的能量。那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呢是专注内在。这个呢在2000多年前的庄子达生当中啊，有这样一个故事，说鲁国呢有一个叫做子庆的木匠，他做的这个木头钟架呀非常的精妙，看过的人都觉得哇，你这是神仙做的吧。那国君呢就把他找来，就问他，那你到底有什么秘诀？子庆说呢，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秘诀，但是呢我做这个钟架的时候非常的专注。他具体怎么做呢？他要先斋戒。那从开始斋戒到第3天，他说呢，我就把脑子当中彻底忘记了这个事情做好之后我会能赚多少钱，我能得到什么好处，这个叫忘赏罚。斋戒到了第5天，我就彻底忘掉了别人对我这个作品的褒贬，这叫忘毁誉。一直斋戒到了第7天，我连自己都忘掉了。那么在这种状态下，我才到山林里面去挑选这个木料，我一眼就能看出哪棵树天生就是做钟架的料。那子庆就是把他对外部的这种渴望所求全部都收回到自己内部的自我关照上面，这样情绪呢就慢慢的冷静下来。第3步其实是核心的核心，就是一定要行动。比方说你看这个教练啊，他一天能让扫地机器人扫3次地板，包括我们锻炼的时候他去掐那个秒表，看起来好像是有点强迫症的，但实际上他也是在用这种方式去对抗内耗。这是一种叫能量锚点的一种技术。因为外面的环境变得很快，你情绪容易飘忽，所以你需要做一些事情。比方说你去上班，把你的办公桌面收拾得整整齐齐，包括你喝的一些咖啡杯呀、茶杯上面有一些污渍，你把它清洗得很干净。就用生活当中这些很微小的，但是你可以自给自足的一些事情，用它来把你的能量去收回来。因为外部的世界越狂躁，我们内心反而越需要有序。因为在这个所有人都想通过情绪价值来赚钱、来赢得关系的时代，一个无趣、按部就班但平静又稳定的人，反而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非常稀缺的资源。而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人和资源，会穿过浮躁的人海，来到这样的人身边。那今天分享完这个故事啊，我觉得如果你也曾经想通过情绪价值来讨好你的客户啊，想换钱，但是特别累，我觉得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一下你真实的经历啊，就把你这些受过的委屈啊、疲惫啊留在这个地方，作为你清理能量的第一步。如果你觉得这个频道能为你在这个喧嚣的世界当中提供一点真相，或者是内心的清明，也欢迎你订阅，也欢迎你分享给那些还在被情绪劳动折磨的朋友。我是牧羊，用理性破译命运，用灵性抵达自在。我们下期再见。小猫猫再见。